大家好，我是海娟，今天做一个韭菜馅儿饼，皮儿薄，馅儿又大，特别的解馋。如果你喜欢吃韭菜馅儿，可以试着这个方法。下面我们开始制作。盆中倒入普通面粉500克，加少许的盐，增加面粉的筋性。用温热的水和面，边倒边搅拌。搅拌至面絮状，下手揉成面团儿。想要和面，盆光、面光、手光，我们碗里要少留一点水，最后把它放在盆中，然后用这个面团再次沾面盆边缘的水，然后揣成团儿，边揣边沾，盆自然就变得光滑了。用这个方法揉出来的面，盆光、面光、手光。盖上盖子，醒面20分钟。醒面的时间里，我们来准备馅料的部分。一把控干水分的韭菜，给它切得碎一些。切好的韭菜放入大碗中，韭菜碗中放入少许的酥油，搅拌均匀，锁住韭菜里面的水分。碗中打入4颗鸡蛋，把鸡蛋液搅拌均匀。锅中放油，油温8成热，倒入蛋液。油温不用太热了，这样炒出来的鸡蛋能形成小颗粒状。快速把鸡蛋滑散，滑成颗粒的状态。炒至鸡蛋形成这样的小颗粒即可，放入碗中晾凉备用。韭菜中加入晾好的鸡蛋碎，放入少许的花椒粉、2小勺盐、少许的小磨香油，增加香度。搅拌均匀。案板上撒少许的面粉，取出醒好的面团，不用揉了，直接搓成长条状。切成均等大小的面剂，把面剂子整理一下，直接按压扁，擀成薄片儿，中间稍微厚一些，边缘稍微薄，然后放上我们调好的馅料，多放一些。薄皮大馅儿，然后用包包子的手法给它封口，这个多余的部分给它掐掉，直接按压扁，稍微摁的薄一些。这样一个生坯就做好了。电饼铛预热，刷少许的底油。油热后放入生坯，盖上盖子，先烙2分钟。饼的表面微微变色，涂少许的油，然后给它翻一个面。盖上盖子，继续烙2分钟。看见饼的表面微微鼓起，我们再次给它翻面。翻面再烙1分钟，烙至两边都成这样的金黄色，按压能够快速回弹，就证明熟透了。这时候就可以出锅了。看看这皮儿薄不薄？韭菜馅饼就全部出锅了。看一下这个颜值，刚出锅，我烙了10张，刚出锅孩子就吃了1张。掰开一个看一下，皮儿薄，馅儿又大。韭菜馅饼真的是我们北方人怎么吃都不够的一种美食。哇，好烫手！如果你喜欢，就试试吧。孩子要吃零食，今天就做一个好吃的零食，看看我是怎么制作的吧。首先在盆中打入2颗鸡蛋，
把鸡蛋搅拌均匀，加入150克普通面粉，边倒边搅拌，把面粉搅拌至絮状，下手揉成团儿，揉成一个中度软硬的光滑面团，盖上盖子，醒面半个小时。取出醒好的面团，直接按压扁，擀成长方形的薄片儿。擀成这样长方形的薄片儿，从中间给它切2刀。然后撒一点面粉防粘，把它摞起来。切成细一点的面条状，把面条抖散，锅中放油，油锅中放入1根筷子，筷子旁边有这种密集的小泡泡即可。放入切好的小面条，翻动一下，防止粘连。炸至小面条变成这样的黄色，即可控油捞出。不要炸得太硬了，太硬就不好了。锅中放入25克黄油，先把黄油融化。然后加入90克的棉花糖，20克的水，不断的翻炒，把棉花糖融化。搅拌至棉花糖融化，加入20克的奶粉，因为家里就有这种棉花糖，如果有纯白色的就更好了。融化后撒一些黑芝麻。加入我们炸好的小面条，快速翻拌均匀。准备一个容器，容器中加入自己喜欢吃的果干，放入炒好的小面条，把它按压紧实。可以戴一个手套，防止烫。按压紧实以后，放在一边晾凉。晾凉后放在案板上，切开看一下，外表是酥的。颜色还挺好看的，粉色。沙琪玛这样做口感特别的好，表皮是酥酥脆脆的，内里还特别的松软，可好吃了。如果您喜欢，可以在家试一试哟。玉米面加白面做了一锅蓬松暄软的大馒头。如果您不会蒸馒头，可以按照海娟这种方法，保证光滑蓬松暄软。下面我们一起开始制作。首先盆中加入100克玉米面粉，用150克的开水烫一下，边烫边搅拌。用开水烫玉米面能够改善玉米面粗糙的口感。搅拌均匀后，放入300克凉水，加入5克的酵母，8克白糖促进发酵，搅拌均匀。分少量多次加入400克普通面粉，边倒边搅拌。搅拌至面絮状，下手揉成团儿，揉成一个柔软光滑的面团，盖上盖子，发酵至2倍大。看一下，面团已明显变大，有这种密集的蜂窝组织即可。取出醒好的面团，多搓揉一会儿，排干净里面的空气。
揉好的面团直接搓成长条状，下成大小均等的面剂。拿过一块面剂，撒一些薄面，由外向里多搓揉几下，把薄面揣进去一些，然后给它整理成圆形，搓成馒头的形状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做好的馒头放入碧莲中，碧莲放入锅中，盖上盖子，2次醒面10分钟。看一下，馒头已醒发至明显变大，这时候我们盖上盖子，开中火，把水先烧开，蒸15分钟。时间到，关火，立马打开盖子。哇，真不错，特别漂亮。馒头就全部出锅了，看一下，这样做出的馒头，趁热摁压都不塌陷，不回缩。粗粮细做，营养又好吃，您学会了吗？以后蒸馒头可以少掺一些玉米面哟，口感又是不一样，是不是超级的省事儿？如果您喜欢，就记得关注海娟美食哟，我们明天见。